最近火力军又刷到了网上老梗，雇佣军暑假工一天就是几万块，这不是一夜暴富不再是梦想吗？不过这个老梗让火力军引起了深思，雇佣兵这个行业真的这么挣钱吗？听说一天好几万块，那么世界上这么多雇佣兵组织，他们到底哪个是最强的呢？视频开始前，火力军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说哪支部队才是真正的兵王之王呢？是突袭本拉登老巢的海豹6队，还是特种部队的鼻祖应该 SAS？ 火力军在这儿必须要打一个问号了。要说谁才是特种兵的佼佼者，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5大雇佣军了。说起雇佣军，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大多是结实的身材，就像是杰森·斯坦森主演的《敢死队》中的那样，帅的没边儿。今天火力军就盘点一下世界5大最强雇佣军，看看世界排名前5的雇佣军到底有多强。5大雇佣军总要分一下第一、第二吧。对于幕后大老板来说，什么第一、第二那都不好使，我要看的是你的 KPI。你没点任务完成率，就算吹破大天，说自己是第一，那也不好使。毕竟请雇佣军的金主爸爸，哪一个是没犯过事儿的？都希望自己能好好活着。从任务完成率来看，北极狐雇佣军如果说自己是第二，那么就没人敢称第一了。火力军在没仔细了解北极狐雇佣军之前，也觉得这不是在跟我吹牛逼呢？哪一个国家的特种部队不比北极狐雇佣军牛逼呀？那才是活阎王，让你3更死，哪能留你到5更？不过北极狐雇佣军确实实力惊人，在了解完后，突然发现这对雇佣兵和以前的雇佣军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北极狐雇佣军不像黑水雇佣军一样是一个公司一个集团利益，这支部队只有34名成员，并且每一名成员都身经百战，他们出身于各个国家的精锐部队，经历过战火与血的洗礼，这就是这支部队的底气。更恐怖的是，这支部队看重的是利益，而不是爱国的意识形态。这种部队的存在是非常危险的。中东作为最混乱的国家，那里是雇佣兵的天堂，有着数不清的财富。北极狐雇佣兵在这里执行过非常多的任务，暗杀、绑架、政变，只要是给钱，那是什么脏活累活都敢干。不过这就出现了个有趣的问题，无论是暗杀还是绑架，如果另一方也出动了雇佣军或者特种部队营救呢？北极狐还真不管你那么多，别看他们人少，只有34个，这群人的选拔非常严苛。首先你要进入到特种部队中的一线服役，其次还要是这些一线服役人员中的精英。随后北极狐在拿到你的资料后再择优选拔，这种精英中的精英，战斗力是非常恐怖的。他们对于特种作战实在是太清楚了，由于是游离于各个政府之间，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怕特种部队，甚至还专门猎杀特种部队。当年特种部队在野外训练，北极狐就曾组队猎杀特种部队队员，态度非常嚣张，这也让北极狐的身价一跃而起。人家根本就不在乎有没有生意，因为他的实力太强了，生意根本不用去找，到处都有金主在找他们。而他们背后的公司更是离谱，对于这种任务，他们只会选择最难的任务，并且以100%的完成率完成。北极狐雇佣兵也成为了历史上最强的雇佣兵团。北极狐雇佣兵团说实话算是一个特例了，排名第2的雇佣兵团黑水公司相对来说就正常了许多。黑水公司是知名度最高的雇佣兵团了，而让他大放异彩的战役那就是伊拉克战争了。其实他的出现也算是美国授意下的一种灰色商业。当年海湾战争发动后，美国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这儿打你很容易，我怎么才能占领你呢？你说要跟你打巷战、打反恐吧，死亡的人又太多，美国人命多值钱呢？据了解，美国1位士兵牺牲，家属全额领取到的抚恤金至少在50万美元以上，这笔抚恤金是非常恐怖的一笔收入。相比于死1位士兵，雇佣军就便宜许多了，一个月就算1万美元，一年下来也不过12万美元，并且即使牺牲了也不用付抚恤金。这种买卖对于美国来说太值得了，黑水公司就是在以此为生的。他们在伊拉克战场上拿到了美国大笔订单，这些订单几乎全揽了美国在伊拉克的一切作战行动，其中包括了渗透、刺杀等等。黑水公司帮助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做了许多见不得光的事，
根据统计，黑水公司在伊拉克战场上一共投入了近15000人参战。这些人的参加彻底解决了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人员不足的问题。然而，这也暴露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雇佣军是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是美军，我被俘了，我通过国家交涉还能活命，甚至还能回国。但是对于雇佣军来说，被俘虏就等于死亡，所以这群人本就是不受战场规则限制的一群人，他们嗜血如命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，这种特权是极大的。这也导致黑水公司在2005年出事以后就失去了伊拉克订单，并且付出了罚款。不过这根本没有损害到黑水公司的根基。黑水公司即使失去了伊拉克这个大订单，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收入，那就是训练人员。别看黑水公司在人员招募的素养上不像北极湖雇佣军那么严苛，但是能进入到黑水公司的人，至少也都是拥有实战经验的特种部队成员。这些人在退役后，大多数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就选择换种身份回到部队当中。这些人在反恐作战、渗透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实战经验。而这些经验也让黑水公司看到了商机，他们通过培训特警、海军，为黑水公司拿到了美国最主要的培训订单。美国许多特警都是由黑水公司培训，这种业务是许多雇佣军拿不到的。所以，无论是从业务量来看，还是任务完成度来看，黑水公司的规模都是最大的，排行第2，当之无愧。这次俄乌战争中，我们会发现许多雇佣军都参与其中，各国的外籍兵团为了财富来到了乌克兰战场。不过在这场战争中，我们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身影——哥萨克雇佣兵。这支雇佣兵团听起来非常陌生，但是如果你知道车臣战争，那么就绝对忘不了这支兵团了。没错，哥萨克雇佣兵参加了残酷的第2次车臣战争。哥萨克在突厥语中是自由的人，不受约束的人。这群人常年生活在东欧大草原，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。他们刻在骨髓里的基因就是不停的战斗。当年第2次车臣战争中，由于第1次车臣战争俄罗斯惨败车臣，普京大手一挥，将哥萨克雇佣兵拉入了第2次车臣战争当中。别看这群人样子很老，胡子拉碴的，战斗力那是真的过分。当时哥萨克雇佣兵90人被2500名车臣武装精锐包围。要说这2500人打90人，那不是手拿把枪，就是枪林弹雨胡乱打，也能给这90人活撕了。但是这90人真就给车臣武装上了一课。哥萨克雇佣兵血战3天3夜，上的是昏天地暗，血流成河，给车臣武装分子打的是一点脾气没有。这群人最终以84人牺牲、6人昏厥的代价，彻底击溃了车臣武装分子。自此之后，车臣武装分子对哥萨克雇佣兵是既佩服又恨之入骨。当年车臣也没什么钱，但是依旧开高价，只要杀一个哥萨克雇佣兵就给1500美金。那可是1999年的1500美金，那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。可见车臣武装分子有多痛恨哥萨克雇佣兵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哥萨克雇佣兵的战斗力非常强悍。他们作为游牧民族，天生好战的性格展现的强大战场统治力，是所有雇佣兵都无法比拟的。最终，普京也看到了哥萨克雇佣军的潜力，甚至不惜重金抚恤牺牲战士，还授予了哥萨克雇佣兵勋章。这也让哥萨克雇佣兵成为了一支被国家认可的武装佣兵集团。甚至可以说，这支佣兵团是雇佣兵中非常特殊的存在。无论是黑水公司也好，还是北极狐也罢，这群人只是看重利益的利益主义者，他们为了金钱可以不顾一切。但这套理论对哥萨克雇佣兵却不能实施。这群人打基因里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，属于狗见了都得挨一巴掌那种人。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本身的利益，他们内心有着非常强大的信仰，这是雇佣兵集团中非常可怕的现象。现如今，车臣作为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股军事力量，如果要硬说的话，那车臣人见了哥萨克人不得大打出手。毕竟第2次车臣战争中，两帮人那可算得上是杀红了眼，这血海深仇今日就要见分晓。不过在叙利亚作战中，普京专门派出了2支部队，哥萨克雇佣军和车臣雇佣军。这2支部队在叙利亚战场上的表现非常不错，丝毫没有以往旧怨导致配合出现问题。
这就说明了哥萨克和车臣在国家利益面前放下了个人恩怨，这是雇佣军中最可怕的。他们拥有着一股恐怖的力量，那就是信仰。不过要说起信仰，还是要说这支雇佣军 MPRI 公司。这支雇佣军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，这和这支部队的老板有着很大的关系。MPRI 公司的创始人是美国的8位退役高官组成的，其现任总裁还是美国陆军上将，参加过海湾战争。这种经历让 MPRI 公司带有一些传奇色彩。在兵员招募上，本就是退役高官的合伙人根本就不愁人员。据说他们手中的特种部队成员档案高达2000多位，更离谱的是，他们之中的将军人数加起来比五角大楼还要多。这种人员配比，说实话，其实也是蛮尴尬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哪个雇佣兵组织，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，比如说北极湖、黑水公司，他们就是为了利益，为了钱。哥萨克雇佣兵呢是为了祖国，为了信仰。 MPRI 公司就非常尴尬了，他们既有信仰还需要钱，明显这不符合雇佣兵的原本属性。不过基于这些人都是美国退役高官，说实话确实也不缺什么单子。美国每年给他们大量美军装备训练、陆军指导课程等项目，确实能让这群人好好的捞一笔。再加上美军本就有战场承包商的传统， MPRI 公司以自己的能量也拿下了许多军事后勤方面的承包，这些都是不菲的一笔收入。不过光靠这些收入明显还是不够的，相比于黑水公司，那实在是赚得太少了。这就爆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 MPRI 公司的官方色彩太严重了，这导致他们根本接不到非常灰色的单子，只能搞一搞安全保卫任务。不过可千万别看他们单子少，人家战斗力确实猛。哥伦比亚军方曾经和 MPRI 公司签过一份为期18个月的合同，合同内容为帮助哥伦比亚打击毒贩，这份合同高达430万美元，对于1999年来说是一笔巨款合同了。不过在这场战斗当中，双方也算是各执一词吧。哥伦比亚一方认为 MPRI 公司没有好好履行合同，没有对毒贩进行严厉打击。对于 MPRI 公司来说，他们也确实尽力了。哥伦比亚毒贩实在是太离谱，随处可见的毒贩，这任谁来了也不好使。国家在以前高度纵容的前提下导致的，这个坑 MPRI 公司也没办法背。不过对于这份合同外， MPRI 公司由于浓厚的官方背景，拿到的合同相对比较少，都是针对于安全保卫方面，并且这些合同还要经过美国国务院授权，否则合同还是不能成立。这就让 MPRI 公司失去了许多潜在客户，毕竟能请雇佣军的人大部分也没做什么好事，美国自然也不愿意让 MPRI 公司趟这个浑水。但是这个公司的背景以及规模足以排在5大雇佣军的第4名，毕竟人家的背景真不是盖的。不过对于火力军来说，有这么一群雇佣军成为了时代中的眼泪，他们英勇善战，不过他们参与的战争实在是不正当，也彻底被世界所遗忘。他们就是德国外籍兵团了。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，柏林失守只在朝夕之间，德国党卫军和外籍兵团人员组成国会大厦防守力量，500余名外籍兵团人员坚守国会大厦。最著名的战役国会保卫战正式打响。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不言而喻。作为困兽之斗的德国外籍兵团，坚守国会大厦本就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。对于党卫军而言，国会大厦是德国的标志，而对于这些外籍成员来说，德国并不是他们的祖国，他们为德国而死亡是不太理智的一种行为。不过这群人还真就选择了为德国牺牲。苏联一个营的兵力不到3分钟就全军覆没。苏军调来了90门大炮，疯狂轰炸国会大厦，但狂轰滥炸之下，并没有让战场形势发生逆转，苏军的伤亡依旧是巨大的。没办法，苏军只能逐渐清理外围阵地。苏军将外围全部肃清后，逐渐进入国会大厦内部。谁知道这里才是苏联军队的噩梦。双方在残酷的巷战中彻底杀红了眼，重机枪、火箭筒对着对面墙后的敌人就发射出去，根本不管会不会误伤到自己人。
更离谱的是，当时的幸存者回忆，这就不是一场现代战争，而是野兽之间的战斗。这群人没有了武器就开始搏斗在一起，拳头、腿、脚，甚至牙齿都是武器。这些外籍兵团和党卫军甚至在重伤之下拉响手榴弹和苏军同归于尽，可见这些人的信仰是多么坚固。不过再怎么战斗，这些人根本就阻挡不住德军的颓势，毕竟他们只是战争中很小的一部分。但是他们在国会大厦中的表现实在是非常出色。这些外籍兵团士兵说白了就是为钱而战的雇佣军，却能在最终之际成为了一名战士。虽然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邪恶的战争发起者，不过这500名外籍兵团士兵绝对是雇佣兵中的佼佼者。可惜的是，这场战役本就是非正义的，他们也成为了时代的眼泪。如果论世界最强雇佣军中，他们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无论怎么去排名雇佣军，他们无论是谁胜谁负，实际上说到底，他们还是一群拿着高薪的亡命徒罢了。不得不说的是，世界上有许多雇佣军，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信仰。这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固然非常优秀，不过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他们过于随性，导致了许多滥杀事件发生。黑水公司枪杀平民的事情就是非常好的证明。除此之外，这些人做的事情说到底还是非正义的，甚至可以说他们挣的钱都不知让鲜血浸泡了多少回。并且有趣的是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。还记得雇佣军中出现过这样的现象，当雇主没钱支付佣金，连财产抵押都没办法支付这些佣金时，雇佣军2个选择，要么直接逃跑，什么工作做了一半跟我没关系，你没钱我就跑，要么就直接给雇主卖了换钱。这种操作非常有趣，并且比比皆是。这些人就像是各个部队集结起来的兵痞，没有任何正义感可言。这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。不过正所谓存在即合理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。或许到了世界归于和平，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军存在了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认为世界上最强的雇佣军到底是哪个？在未来雇佣军是否还会存在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